大家好，这个小子节目介绍完成的就是这个由万代超合金魂系列出品的新干线变形机器人当中的义武哈亚布萨，那也就是损耗。那这个东西，可以说让我非常的惊喜，它能出这个玩意儿。因为当时候 TT 和这个万代合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出这个新干线变形机器人？就当时候我们一些就是同好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那没想到他真的出了，是蛮牛的。然后呢，新干线变形机器人这个片子呢，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第一部的。第一部人设也好，剧情也好，我感觉各个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机器人的片子，而且是近几年比较新时代的这个机器人片子。这个片子怎么说呢？是日本的各大铁道合作的一个像类似于宣传企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的动画片和玩具的企划其实是分了有一段时间的。它一开始玩具的企划它并不是长这个样子，而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机器人。到后面它为了这个玩具化，然后它慢慢变得很简单的、很儿童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片子挺有意思的，每个人设呢有点像那种勇者类机器人的小朋友，就小帮手一类的这种人设，就都不熊的。就都是那种比较有脑子又团队又有合作这种样子啊。当然他肯定也有矛盾嘛，多了没矛盾它是假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讨喜的一帮子小孩敌方呢也很有劲。敌方呢，首先第一批的他是设定是地底人嘛，他地底人有这个前期的干部叫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个兄弟啊。然后他共同有一个老大，那个老大呢是这个地底人首领嘛。这四个兄弟呢，一开始是青龙先叛变的他跟那个男主越战越勇之后呢，打到后面就给打服了但是因为这个片子很早以前看的，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跟男主他们接触了嘛，就一方面跟那个什么那个光之美少女一样的，就你跟那个敌方接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敌方怎么美好然后自己反思然后就叛变了，是不是就大概这样子一个剧情。然后它里面这个反派呢，前期它其实是很有意思，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样子的转变就是他们这个反派呢，它不像以往的反派，就是你失败了，我要干你这个你失败了，你就是垃圾，就没有这种样子很降智的争吵的。他们不同于以往的反派，他们会坐下来去讨论这次为什么我们打输了男主，然后发现了是我们一直单体作战，我们要联合，好了，联合上去打了。结果发现把主角团打趴下来之后呢，主角团又站起来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主角团能站起来就发现主角团是开挂，然后他们又坐在一起去讨论为什么我们这次又失利了。然后他们去接触主角团，发现主角团它是有羁绊有爱、有勇气、热血就跟乱七八糟这种这种精神是不是然后他们发现我们自己人是缺乏这种精神的，所以我们干不过这个主角团。然后他们也去就是联合起来去干发现还是打不过主角那边精神太牛逼了毕竟主角团嘛都像开挂一样的，把他们又给干趴下来然后呢，他们就是派人去这个主角团跟他们接触嘛，接触下来，他们就慢慢喜欢上了地面的人类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转变吧，就是不同于以往这种就是很硬性的洗白，它是那种潜移默化当中这个反派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反派自身决定和主角团接触，而不是很生硬的说什么这个给他加一段什么感情戏回忆杀这种没有的，就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有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洗白的方式。就是这个片子这个走向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主角呢，因为开了这个新刊里有这个东西，我记得台湾还是哪里翻译叫进化先锋。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叫进化先锋呢？就它歌词里面有新卡利欧，就是有进化先锋，你知道吗？这样有歌词的。那这个就像他的歌词里面唱的那样子，就是当你在这个绿色的轨道上面做这个绿色机器人，然后这个绿颜色的男主呢照这个绿颜色的光，然后呢他就进化了，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然后打到后面就超越了自己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主角团里面所有的人超越自我，然后就进化了。这个片子你不觉得就是这个设定很像有隔壁红绿相间的这个机器人嘛？他们被进化先锋所指引坐在进化先锋上面战斗，然后呢越战越勇，越来越进化，人变得越来越强这个就是新干线变形机器人的比较牛逼的一个主线，我操！就打到后面这个男主可以一个人打对面全部，我操！然后可以引发出团队的这种就能量。他后面有一个后续机和主角团那帮子兄弟合体之后呢，可以强化
就是合体的这个同伴的能力啊，同样还可以加强这个战斗力。反正就是整个这个片子的这个走向啊，就很90年代那种超级机器人的感觉啊，蓝光人也好，勇者也好，就特别有意思的片子，我真的蛮推荐的。如果大家关注我比较早的话，其实我有段时间特别痴迷新干线变形机器人。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没东西玩，一方面确实这个片子比口碑还在日本也好，在国内的一些这个粉丝群体也好，它其实还可以的。当然了，第2季、第3季、第4季，它之后这个片子怎么样，这就跟我就不关我鸟事了，对不对？后面片子我全部没看，因为我发现后面片子真的没有第一部好看。这个实话实说，新的一部我也就看了一点点，就感觉这个节奏也好啊，人设也好啊，就感觉就可能是第一部太让我深入我心了，就导致后面的东西确实是有点看不下去啊。对，它同样也不是一个世界观，就感觉像平行宇宙一样的，就很没意思。那屁话说了这么多了啊，那我们赶紧打开看内部吧。那打开之后呢，一个月台造型的地台，2节车厢，然后一些变形之后的造型剑啊，还有开撒索斗啊，就炸鸡剑这把武器。那为什么叫炸鸡剑啊？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把这边全部挡住的话，就有点像这个站台进站口扫这个二维码的那个地方。就日本的这个进站口的炸鸡就长这个样子，就叫炸鸡剑，很有意思的一个武器啊。它算是这个片子把轨道这个元素呢融合的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新干线车尾的部分呢，它是可以相连的。那车头的后面它是有2个小的卡扣的，可以把它翻出来，哎，合并到一起，就得到一个车尾的连接部分。然后呢，再把另外一节车厢的尾巴这边插紧，这样连接在一起啊，就变成了一整节车厢。真实的新干线的话，在不同换线或者说并线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把车头车尾啊就连接在一起。然后它的真实新干线的这个连接结构呢，它是一个像这种粘式车杆一样的，然后并在一起嘛，它就连接了。那它这个部分它也是有做出来，把车头展开之后呢，啊，就可以虚掩着，哎，这样子把它连接在一起啊。注意是虚掩着，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卡扣的啊。然后这个东西我掰出来之后，我就会发现啊，就车头这个部分的胸口的E5的胸炮，它他妈一点没有还原。就是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玩人形啊，我就单说这个细节，我就觉得这款玩具很他妈不像超合金魂，就。我以往对超合金魂的以往产品的刻板印象就是设计师会有意无意的去还原在剧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机构，而这一款就单这一个细节它就没有还原，就是让我很离谱。我就这么开箱了大概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让我以为我漏了一个零件，结果我翻来覆去发现它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啊！我靠！这是让我很气愤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这个片子是新干线的为主导，机器人为辅，但是就是它毕竟标题也叫这个新干线变形机器人了，这个机器人这个部分再怎么说，对吧？也能占点这个地位吧？那他妈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 TT 没给他版权的，还是说这个触发了这个日本人做新干线变形玩具的这个底层逻辑了，还是怎么地的？就他妈的死命磕新干线啊！我操他妈的这个机器人跟他就鸡巴毛关系都没了，这让我他妈真的很难受啊！我操！那话也这么说了，是不是？这个玩具都买回来了，那我不得不品一下，是吧？那我们就开始变形吧，先从车头啊开始变，就它上半身。那剧里面的变形方法呢是车头车尾连接，然后再各自变上半身和下半身，然后团到一起啊。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主体，但是这个玩具并不能做到。车厢部分开始变啊，那首先后面后侧这块盖板，哎，啪叽把它拿掉，哎，再啪叽把它拿掉啊，直接扔掉啊。然后整个车头部分的话，把它这样抠开来，这边是抠开来，把它整个车头往上提，哎，那这个时候呢，它上面的这个连接部分就可以卡扣，直接解锁，让它分成手臂和胸口还有头部这2个部分。现在变手臂直接分开，很简单。那变手臂的话，首先下面这个盖板往下面掰，那同样拉动这一侧的这个有点像梯形的这个盖板，
顶住后面的零件一起往上面搬，然后呢顺着这个零件把它往外面转，把这根杆子对着外面，然后就是这边这一片把它转个45度，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边是有另外一根桩子的，可以看到吗？这边有另外一根桩子，那把它掰下来，那这个时候然后可以看到它零件这边是有桩子的，那对应金属轴这边的2根桩子，可以把它固定在这个关节上面。那后面的这一片这个盖板的，它里面也是有一根桩子，可以跟这个杆这边的一个卡扣来固定。但是我这个固定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弹开来，就反正你不固定好像也不要紧。那反正它这个整体的固定方法就是这个样子，让它变成一个手臂的这个连接的部分了。接下来就是后面掰开来，先把这边这一侧掰开来，然后它这边不是有个杆子嘛，把它尽量的往外面这样翻，然后这边这一块也是的，你不好着力的话，可以掰这边这一块。就是下面这一片，把它往上面拽有一个这样子，可以把折叠折进去，把它的手臂给它打出来。这个关节整个的拉出来之后呢，下面的这个卡扣和这里面有一个桩子，可以把它扣在一起，但是它起不到任何固定的作用你掰这个手臂可动的时候该拖出照样拖出的相等于没有一样的。那下面白的这个零件呢，它是有一个杆子把它连接在这边的。那卡扣呢，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桩子对应它下面这2处的这个洞就反正大概这样子按进去，然后后面也是的，把它这样子直接这样按进去。那缝上去之后呢，再把下面的这车厢这个零件呢，把它往上面翻，然后呢，把它轮子把它移到手臂外侧这一边来把我们刚刚拆下来的这个盖板给它折叠，然后这边有个桩子这边有一个孔，可以把它那另外一边是同理这边就不重复展示了。接下来是胸口的变形，把上面的盖板整个都往后面翻然后把这一块零件向后这样折，折成这个样子。挡风玻璃两侧这2块盖板把它翻上来，下侧的这个盖板给它翻开来做准备，然后拖动整个的这个面板把它往上面顶在顶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胸口衣领这边它全都是给它弄出来的。为什么叫衣领就反正是这个白色系全部给顶出来了。从侧面看这个样子有点3层裂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把下面的这一块盖板给它翻出来。那同样两侧这块零件也给它往下面掰另外一边是一样。那前面的盖板呢，可以拉住，然后往外面这样扯这个就是它的下半身的连接部分这个下半身连接部分，给它打直之后呢，那把它拉出来之后呢，下面的凹槽和里面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桩子它是有连接部分的，把它往前面稍微翻一点点，这边两边严丝合缝就翻好了。然后再把它的这个白色零件往上面翻把它变成一个环状，围绕在它这身边。然后再把刚刚翻出来的零件给它盖回去，把上面这块零件把它往下面这样按，把它按下去，那整个的这个车头往前面折叠。后面这块细的零件呢，它也是有一个连杆连在这边的，然后可以把它往里面这样翻，把它折叠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把它整个车头往前面这样折叠包括下面这块零件你是塞到这个里面，把它做进一步的卡扣的定位。它正常应该是后面有凹槽把它卡住了嘛，但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松，这个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把刚刚变好这个手臂呢，沿着这边这个圆圈和这边这个方槽给它卡进去。然后卡进去之后呢，它有滑槽，你需要往前面这样移，把它固定住。它的两侧的位点就完成了，非常牢固然后它整个上半身呢就严丝合缝的把它变形完成了，整体变形并不难接着我们来变下半身那先把车头的机关打开这边按一下，
按下之后呢，它这边就分开来了。那分开来之后，直接一抠啊，一抠，整个的零件就给它抠出来了。那它分别是这个腿部的两侧的这个盖板啊，它是完全不参与一体变形，是插拔。那这个我们先不管。那拆出来车厢呢，翻过来，把后面的这个零件解锁啊，再把前面这块盖板给它解锁啊，然后就可以把它的腿给它分开来了。啊，分开来的时候呢，带动了上面这两块一起分开啊。你要不放心的话，两边一起分开来也可以，随便你。然后把它整个的打直，把后面的这块裙甲给它翻上来。接下来呢，翻动大腿的这边的这个零件啊，把它内侧的这个填充零件给它翻出来。那翻出来的时候，上面这个零件也会一起翻出来。这不要紧，我们把它这样子打开来，然后再抠着这两边的这个零件，把它整个的提出来。然后把它往上面搓。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个桩子，这边是有个孔的啊，这再放进去，这填充就填充完成了。那下面也是一样的，这边下面都是有这个固定的位点的，还挺不错的，是吧？然后再把它这块零件给它翻下去，把它装上去，它整个的这个大腿就变形好了。大腿变完之后呢，膝盖的膝关节的这个甲把它往上面提，也是一个双关节，给它搓上去。那外侧的这个甲呢，它是可以翻开来，然后折叠。接着呢，把它的整个腿往外面拉，小腿外侧这块零件呢，把它往外面翻，顺着这个零件的这个折向可以直接把它掰出来，向外面这样子打开就行了。接着呢，通过内侧的这个两贼字的折叠，把它往内搓，这样关节就折叠完成了。然后脚下面这块盖板它是可以翻下来的，翻下来之后呢，整个的脚掌就可以顺着这个凹槽给它翻出来。那它的小腿的两侧呢，它是有个拨杆的，拨一下，它这块填充零件就被拔出来了。最后一步呢，把这个翻出来的盖板呢再把它盖回去。那脚的另外一边变形也是同理啊，这边就不多做展示了，然后直接来变它的裙甲。那裙甲这个部分的话，后面有两片这个条条要把它翻出来，那翻出来之后呢，前面这看着很像全裙甲这个部分的话，直接就像全裙甲一样进行折叠就可以了。折叠成这个全裙甲，然后把后面的这个裙甲盖紧，盖紧，然后就反正这两个条条呢，就长得有点像它的这个侧裙甲一样的。那兄弟们应该还记得我刚刚从它上面拆下来的车厢的这个盖板是吧？那个东西变形也很简单啊。那首先也是一样，顺着它的这个关节来先折叠，向上折叠，然后再顺着内侧这关节向下这样折叠，折叠成一个贼字，把它这样就可以让位的搓进去。那这边也是一样了，把它向外侧这样子先打开，然后呢把它向内侧这样折叠合并，这样就好了。那刚刚翻出来的杆呢和这个洞进行一个插拔，直装的插，插进去。插进去，这样就好了。那最后呢，就是它这边这个杆子和上半身进行插拔的合体就可以了。那插进去的时候呢，它会有咔嚓一下的声音就代表你插紧了。那最后呢，就是把它肩膀上面的两个造型零件给插上去。插进去之后呢，往上面这样一提，它固定就完成了。变形完成之后呢，就大概这样一个造型。那可以看到它的四肢是特别长的。那其实让我很不能理解的一个点就是，万代这次已经很投机取巧的把它这两块这么大的车厢还有这盖板做插拔处理了，但它却依然没有把它这个形体做的那么的和谐反倒是让我觉得这形体非常大便和垃圾。不过超合金魂以往的一贯的高水准的涂装在这款产品上面还是比较足的，可以看到它每一个的这个产品的颜色分色细节这个部分给的还是挺足的所以这就让我感觉就在这个方面还可以吧只能这样说设计也好，变形手感也好都很不错，但是就是就是很他妈的尴尬那简单来看一下可动，首先头部向前抬下低左右侧摆没有360度什么的没什么问题，整体的这个可动还可以吧很简单的这个摆。那手这边的话，它是没有蝴蝶关节的如果有蝴蝶关节，它这个手臂的这个连接部分就要脱出了。那360什么的没什么问题。
那平台的话，就是靠这边这个手臂来进行平台。手肘的话，它的这个弯曲程度是很足的啊，可以达到这么多。哎，但是这边也是我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边确实是卡不紧，就至少我这块是卡不紧啊。你们到货怎么样？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对吧？啊，就反正是关节什么的给的是蛮足的，它正常应该是这边这个关节和下面这个空心轴这个关节啊，给它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曲轴角度的啊，但是它这边又卡不紧啊，就反正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角度。手臂平转它也是有的。那手型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球关做零件的，然后它是一个全可动手。那但是这个全可动手的话呢，就它没打这个轴和桩子，是单纯的一个像拼装一样的一个零件。啊，所以它这个但凡有一定这个大妈没帮你装好，就有点变形了，就像我这个样子，它就拖出来啊，非常的尴尬啊。然后可动手嘛，就反正中规中矩的这种感觉啊，就也没什么太多亮点。然后手臂后面这个造型零件呢，它也是有轴的，可以向上啊。你在动手臂的时候，它可以简单做一点这种变形啊，就是调整啊，让位啊什么的都可以的。那么弯腰呢，它是有一点点，你看一下，它就有一点点，但是它因为太重了。会回弹，那侧摆更加不可能吧？但是它有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平转啊，然后它这个裙角因为能让位嘛，所以你强行360什么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胯这边因为是变形的原因啊，所以它这边又能下拉一段距离，然后又能这样前踢，反正前踢的角度啊什么的都是蛮变态的啊，可以踢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啊？侧抬的话也不用多说，因为它这边是个杆嘛。啊，所以它这个90度的侧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因为它这边有一点点这种，可以看到吧，这边它是有点就是干涉的啊，包括上面这一块也是有点干涉的，所以它这个侧抬不到特别好啊，反正就这么多，后踢什么的也没什么太多问题啊，基本上90度以上都是能踢的啊，反正它这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位的嘛，也无所谓是吧？然后平转的话是这边有一个平转的角度，还挺大啊，对吧？最大可以到这么多。那屈膝的话，它下面是有一个折叠关节的嘛，所以它轻轻松松啊，可以达到就是大腿并小腿这种程度啊。可以看一下，大概就这么多啊，还挺好的，是吧？然后脚踝这边它是有点紧的，但是它是有一定部分的接地的，可以看一下，有接地的，有点紧，它出掰的时候有点紧啊。然后向前向后的话就少了，向后会有一些啊，向前的话几乎没有。脚板它这边因为是有变形的关系，所以有点向前的接地的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可动。然后它胸口这边 Grand Cross 的这个开合，我在车型的时候就已经吐槽过了，就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卖家会这样子搞，他甚至连个贴环线都不肯给，就真的也不知道是偷懒了呢还是怎么个地的，是吧？我也不做二次吐槽了。然后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车壳啊，很投机取巧的把这个车壳做插拔，这个我实话实说也不太在意它是不是插拔的，这个倒是真的无所谓，对吧？但是我很不能理解的就是它都已经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它的手脚的比例还这么垃圾。好，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那这款产品，我个人感觉我不在这款产品的设计理念的对应人群里面，啊，注意是设计理念的对应人群，因为这个产品他妈的一看就是它不是想让你玩这个机器人的，它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变形过程和它这个比较完美的车型啊。那当然，这个动画片它其实对人群也是新干线的狂热粉，对吧？它机器人其实是很。虽然说它机器人的打斗每集都有，但是它其实机器人这个粉丝群体其实不是那么多啊，对吧？你包括它其实火了那么久，它才加入了那个基站嘛。哦，我想起来，它就是因为加了万代的那个基站，所以说它万代有版权可以出这个东西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哦，对吧？话又说回来，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然后就这款东西它这个大小做的有点太大了。所以就让我觉得它应该是不太会出其他的这个什么合体的啊这种类型的产品了，应该是不太会的，啊，包括这个机构我上面大概稍微摸索了一下，发现也没有什么那种可以另外合体的这个机构，啊，它变形其实设计的还挺有趣的，
就属于是讨巧的变形设计。你包括这些就是肩膀这块，我其他四肢什么我都不看，就看肩膀这一块，它其实挺还原剧中的那个造型的。就包括现在就是去拍它的这个上半身的这个特写的话，其实是蛮还原的。但是败笔就败笔在它的这个四肢，确实是做的有点太难看了，对吧？他下半身至少还稍微修了点型的，就是那个填充零件，大腿两侧填充零件是吧？还做的还挺不错的。但到小腿呢，它因为过长了，所以它这个整体比例就不好看啊。然后就是我这只可能是重奖的关系，它这个零件就关键零件卡不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玩起来有点硌手硌脚的。除此以外，我觉得这款产品你不能说垃圾吧，就反正我是感觉玩起来蛮不爽的。就大概这样子一款东西，那好吧，这样的话，这期视频简单到这里结束，先当完，我们下一次如果在使用视频的话，再聊，拜拜，拜拜。